不管你多牛，站在一个重生者面前就是一个渣渣。王大少，你以为你们王家还有不屈服的余地吗？如果王家誓死不屈呢？那我能回答的就4个字：自求多福。当王静安掏出看到是老爷子王沧海的来电后，神情再试一遍。我先接个电话。话罢，拿起手机，快步离开包间。公然当着王静安的面，让他王静安跟王家为你所用，你这是真敢张嘴啊！很疯狂吗？你说呢？那要是王静安跟王家真的选择臣服于我，在你们看来岂不是更疯狂了？叶松轻松淡笑反问道。林夕一时间接不上话了，脸上除了不可思议的震撼还是震撼。而包厢外，王静安已在老爷子那里得知了叶松会见紫禁智囊团的事情，并且还婉拒了智囊团邀请加入的橄榄枝。待到老爷子王沧海的话音落下，王静安的身体早就已经抖个不停了。成为紫禁智囊团的成员，是他一直以来的追求所在。不说一上来就成为正式成员，开局编外成员他也是能够接受的。然而，他怎么会？通话那头，无声中，王沧海脸上浮起了万般苦涩。若是自己再年轻10年，他王沧海绝对不可能会接受屈服。纵使叶松再妖孽都好。跟你说这些，是希望你能带着新的认知介入到彼此的交谈当中。至于其他的，那你就看着办吧。话落，也不等王静安再接声，直接挂断了通话。私房菜馆的包间外头，王静安垂下那只拿着手机的手，呆呆的、怔怔的愣在原地。不知过了多久，长长吐了一口浊气，抬头看向前方的工作人员，继而朝对方招了招手。王大少，有烟吗？那名年轻男服务生当即傻眼，49成新生代第一人朝他要烟吗？哟，不过烟不好，有些涩。没事，吃烟就好。王大少，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没的话，我这也吃饱喝足了，该回去了。听说叶董好像在筹备着进军医疗领域的事儿，是不？没去说太多废话，王静安甚至连抛砖都没去抛，直接隐喻道：没错，都说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所以致力于提升华国的医疗水平，给老百姓提供一个更好选择的医疗环境，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所在。王家在华国的医疗领域上可以说是有不少资源的。既然叶董将致力提升华医疗水平以及给百姓提供更好的医疗环境作为追求所在，那么就冲着叶董这番心怀黎明的大义跟大爱，我王家必然不会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若有需要，叶董尽管张嘴即是。王静安肃然正色道。然而此话听得一旁的林夕一阵别扭。什么叫就冲叶董心怀黎明的大义跟大爱？所以王家必然不会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不过别扭归别扭，他还是能够理解王静安用这种方式去表达臣服的态度，因为到了王静安跟王家这种层次，下台阶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之前本来也打算在必要的时候找你们老王家配合一下开绿灯的，毕竟听说你们老王家在医疗领域这一块的基因足够深嘛。眼下既然王大少主动提了出来，那咱们这边也就能放心了。反正就一句话，在这些利国利民的事上，叶董张嘴即可，王家绝不会推诿的，否则就成罪人了。好，那就先行谢过了。你让我跟着过来，并且让我跟着一起进去赴会，真正的目的是好让我能够跟老爷子汇报情况，省得他去找你言问情况吧。可这不是让你送我过来耽误了你吃晚饭吗？顺便一起吃得了。并不意外林夕会看穿这一点，毕竟堂堂国企老总，若连这么一点都看不透的话，那也愧为林家子嗣了。话说，王建安这时已经代表王家表出愿意臣服的态度来了吗？到了这份上，没必要再去进行臣服论了。我要的东西，王家肯给，那就足够了。也对，打算对王家资源进行怎样的压榨法？我之前的确是想过压榨，但没想到王家的态度转变会来得如此之快。既然对方这么爽快，那也不妨跟他们一起共赢啊！毕竟相比起把王家给榨干，鼎立着的王家才是最有价值的。而且王家的赫赫功绩，对神州的贡献是有目共睹。若真把王家给榨干，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当然了，这取决于王家的低头态度。如果他们一直不情不愿地对我报以仇视，说不定我不介意榨干后再让他们自生自灭。但目前我感受到的是，王家开始走上心悦诚服的道路了。你说，刚才王建安接的那通电话究竟都说了些什么内容？为什么他的前后反应会有那么大的区别？至少在臣服仪式上，他离开之前神情是极其挣扎的，而在返回后，则是变得极为豁达了。以你国企老总的头脑，这种问题还犯得着来问我吗？那通电话大概率是王老给他打的，但致使他前后态度发生如此转变的通话内容，我实在是没有头绪。无非就是让他对我有了新的认知，或者是让他意识到了他王静安跟我的差距，一种能让他感到绝望的差距。最后若是再加上王老的态度使然，也就不难构成他的前后反应会形成鲜明对比了。你说的是王静安有可能知道你今天在智囊团驻地的机关大院中所发生的事儿了，而刚才他接的那通电话就是关于你会面紫禁智囊团的内容。不敢确定，只能说有这个可能，并且可能性还不小。毕竟以王老的层次及高度，他老人家或知道我在会面智囊团时的那些事儿，说来也是不足为奇的，那也不算是什么机密事件，对不？林夕恍然一愣，没去理会林夕的错了。
其实我是能够理解王家做出低头屈服的决定的，因为换做我是王老的话，恐怕我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就王家如今青黄不接的状况，唯一能在未来扛着王家前行的王静安，还被我给挫灭了心气，甚至是已经对我产生了心理阴影都有可能。加之王老年事已高，指不定那天就一睡不醒了。如此背景下，若是我再表现出一些让他对王家未来感到消极悲观的一面来，臣服已然成了最好的选择，至少这能让王家的辉煌延续下去。你连王老的心理都给算计进去了，这叫尽可能的知己知彼。不过再怎么说都好，我也是自行分析猜测的，不见得就是正确的。心里头有算计过咱们老林家，连同老爷子在内的一众长辈们吗？不扯这个，要不聊一下你的终身大事该如何解决？你看李海滨咋样？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现在要好好开车了。OK。老郑，你这是咋了？叶哥最近也没带我们赚钱啊。我就说叶老弟是真给力，你们自己看新闻。不出意外，无论哪一个社交网络平台，关于缅南园区事件的热搜话题后面都加上了红得发紫的爆字标记。这是官方出兵了吗？牛啊，我的国！咋还有人觉得这是军方出手？事先外国借题发挥的素材不够是吗？都没长脑子的吗？拜托，如果是官方出手的话，有可能会留下“欺我神州者必诛”的字样吗？这压根就不可能是军方的作风啊！不管是不是官方所为，从现在开始，金三角地区那些组织都坐不住了。炎黄是九州吗？这又是你的手笔吗？受思绪的使然，李雅轻声呢喃两句。雅儿，你说的炎黄是老林家那妖孽办的？还不确定，不过除了他之外，谁还会有如此魄力？是老林家那小子的话，那就不奇怪了。对了，你现在不是在那小子手底下负责半导体跟芯片以及什么人工智能这些板块吗？据说那小子已经砸了几百亿进去了，现在发展的如何了？研发层面有什么前景明朗的突破吗？您老难道不知道这都是商业机密来着吗？难不成你觉得我还会去泄露你们的商业机密吗？就算知道您100%不可能泄密都好，但作为负责人，我必须要为我的职业身份设下该有的底线。您老的问题，我是真的回答不了你。言语声中，神情也不由跟着凝重肃然起来。不仅仅是因为他所说到的职业底线，更是因为由同镇领衔的龙芯半导体科技在高尖端光刻机的研发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还有芯片项目，目前的研发同样是势如破竹。一旦这两项能够问世量产，这对于华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那是能让华国迎来再一次阶段性腾飞的存在啊！明白了，雅儿啊，我没老糊涂记错的话，你今年应该是35了吧？爷爷，打住，打住！打住什么？你34、5非但没成家，连对象都还没，你还有理了这是？我也不是排斥婚恋呢，只不过是没有合适的。偌大的4、9城就没有能入你法眼的，偌大神州就没有你能看上眼的。4、9城里头的主就很优秀嘛，被誉为什么4、9城新生代第一人的王建安，满打满算才几个回合就被叶松给玩惨了，所以我看不上那些所谓的天之骄子，不也正常吗？你拿那厮妖孽来做参照？我不过是就事论事啊。就他那样式的，我活了8、90，这辈子也就见识过这么1号而已。合着你还想参照着那厮妖孽去另一半？感情你是不打算成家了？至少得有您老口中那厮妖孽的1/2吧，不然我心里多憋屈多不平衡啊。下意识的脱口而出过吧，适才后知后觉到自己的说法有点不太妥当的李雅立马道：好了，时间不早了，我先去赶飞机了哈，等忙完山青的事儿后再回来看您老。不等老爷子李千红作应，甩下话声的李雅匆匆迈步往外走，看着那道离去的身影，李千红抬了抬手，最终还是没去开口把李雅给叫住。待到李雅的身影从视线中消失后，老眉拧成川字的老人眼中涌起了复杂的忧色来。别造孽，千万别造孽呀！